大家好呀，我是卓卓。十日忠言第7集的故事来啦！这一次涵盖了大量的主线剧情，想支持卓卓的话，那就使用一键3连吧。不给也没关系，看过就等于支持。好了，我们开始。几百万人鼠，你和乔乔静来到楚天秋的组织天堂口，你注意到鬼鬼祟祟的人影，提醒道：“我感觉有点不对劲，总感觉这天堂口不像是在欢迎新人，反而是瓮中捉鳖。”这时，身后忽然多出几人，乔家静拧着手腕，真有你的骗人仔，这都能提前看出来，咱们被围了。不能多想，一个熟人出现眼前，正是上一个轮回中单挑黑熊的张山，和乔家静扭打一块儿，二人不分高下，但很快更多人包围上来，一起试图将乔家静制住。你咬牙，恶狠狠看向四周，你们真的要惹怒我吗？又想当着我的面杀我队友，这一次我拼了命也不可能让你们得逞。说完，撞在身边窗户，取下一根玻璃碎片就要朝张山捅去。此时，一个人影却突然钻出，抱住你的腰，大叫道：“你他娘的拿玻璃渣子干什么？有杀人吗？张山，快跑啊！”这刺下，可看清那人样貌的那一刻，愣在原地，是老吕。上次轮回，他为了救下你，就是这样抱住杀人者。可这一次，你似乎成了那个恶人。缓缓放下玻璃，其他人趁机拥而上，将乔家静五花大绑。他骂骂咧咧：“我丢，算什么男人？有本事单挑啊！”老吕心有了余悸，真是吓人啊！你明明可以杀了我的。你摇头，我只是还个人情。大叔，以后你别再这样抱住别人了，浑身都是破绽。下次能不能换个安全点的动作？他一脸疑惑，完全没听懂你在说什么。你忽然摇头，眼前这个中年男人，胆小、贪婪、爱说谎、爱冲动一上头，几乎聚集所有缺点于一身。可你就是无法讨厌他。不再继续交谈，你问张山为什么绑住我的队友？他无奈，这是楚天秋的意思。进去吧，他在里面等你。推门走进教室，一个陌生男人在黑板上刷刷写的什么东西。云瑶见到你，热情打招呼：“呀，洛普特帅哥，答应成为我的绯闻男友了吗？”你没理他，而是盯着那名男人看。陌生男人笑了笑，拍拍身上灰尘：“旗下求养，我就是楚天秋。你开门见山，告诉我你这么做的理由。你是说我控制住你的队友？旗下，你第一次来天堂口，或许还不知道这里的规矩。什么规矩？我就是规矩。”他笑容不减：“这大家听我的，我早晚会带所有人出去的。”一愣眼看他，就这样，气氛突然安静。云瑶上来打圆场：“哎呀，第一次见面别搞这么严肃，以后大家当队友的。”你摇头：“不必了。”没错，云瑶，别担心，旗下是个聪明人，看来他也明白这地方的规矩了。你点头，忽然对云瑶说：“你能往后退一退吗？”他愣了一下，照做。你是想打量一下我的身材？不，我只是怕伤到你。他和楚天秋都愣住的瞬间，你跨步上前，去记忆里乔家静击打灰熊的样子。他猝不及防，整个人哀嚎一声倒在地上。你蹲在身边椅子一顿。楚天秋，你在跟我装什么？他还过来微笑。装？你说我在装？你冷冷一笑，抓起地上的砖头。上次我来找你，你故弄玄虚，耽误了半个小时。这一次我相信了你，带着人过来，你又二话不说绑了我的队友。楚天秋，你为什么招惹我呢？你等等，他真的有点慌了。你听我说，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。你呵呵一笑，可惜你没提前告诉我原因。我这一生最讨厌的事情就是超出我预料的事。接下来，不管你说出多么让人震惊的真相，我都准备打破你的脑袋。你要赶紧过来阻拦你。旗下，我替楚天秋道个歉。如果你现在杀了他，我们就没有出去的希望了。没关系，反正我们死了都能活。你冷笑一声，这次我打烂你的脑袋，让你长个记性，来世别再来招惹我。别，我现在不能死。这次语气中的害怕骗不了人，在二人震惊的目光中，你将砖头高高举起，猛然往下一砸，轰，尘土飞扬，落在楚天秋一旁的地面上。你淡淡道：“现在我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吗？”记住了。记得什么了？不能招惹你。很好，拍拍手站起。为什么绑走乔家劲？云瑶扶起楚天秋，他干笑一声：“你果然是个厉害人物，本以为能给你下个下马威，可我却差点被你的马踩死。旗下，你的处境很危险，你的队伍出了问题。”你皱眉：“就这什么问题？人数不对，走出你房间的男女比例有问题。”哦，男女比例有问题？没错。他严肃道：“实话告诉你，从你房间出来的人应该是6男3女，可如今却是5男4女。”你点点头：“我知道。然后呢？”楚天秋一愣：“然后，旗下，你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的队伍里很可能混入了极道者，我不确定闯入者几人，所以将人都控制起来了。”你淡淡道：“我说我知道了，还有其他的理由吗？”楚天秋瞪大双眼：“原来如此，你这个人简直太可怕了！难道你早就知道这件事了吗？”你目光深邃：“楚天秋，我现在有些怀疑，如此大惊小怪，你真的是个聪明人吗？如果发现我们队伍当中有一人是极道，不应该低调的保持这根刺吗？可你却大张旗鼓的大小金蛇，这不像是聪明人作为。”他意味深长看了你一眼：“是我失策，没想到你早就知道这件事儿。”你淡淡道：“我早就知道我的队伍里有极道，但这个人很奇怪，我和他们大多数人组过队，也暴露过毫无防备的时候，但既没有人伤害我，又没有人抢夺到，所以我也没把他给揪出来。”云瑶不解：“既然没有人图谋不轨，你怎么知道队伍里有极道的？”你笑了笑：“很简单的道理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们一开始的面试房间里都是9人吧？”云瑶点点头：“是的，难道你们不是吗？”“没错，我们的房间里有10人。”10人？楚
楚天秋开口：“既然你所在的房间是10人，你怎么推断出我的房间是9人的？”你冷笑：“很简单，因为我们9人出房间的时候，人龙跟我们说的是全员存活。可如果全员存活，不应该总是10个人吗？而且我们的房间中所有逃生装置安排的都是9人份，结合桌板，加上绳子，如果真的有10个人，资源根本无法分配。所以我大胆推测，我的房间中多出了一个人。这个人发动了什么能力，或者收买了人羊，人羊杀死了我们房间真正参与者，为的就是保下他的身份。”楚天秋眨眨眼：“你就通过这么点线索推断出了这么精准的答案吗？不能算是准确，因为在见到你们之前，我也不确定对方是男是女。”你继续道：“接下来换我问你们了。好，你想问什么？你为什么会知道我们房间的人员配置呢？”楚天秋摇摇头：“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，涉及到了天堂口的核心秘密。”你皱眉：“那我换个问题，保存记忆的原理是什么？为什么只有少数人可以保有记忆？你应该猜到了吧，旗下？答案就是回响。只要在10天内听到回响的人，下一个次轮回就可以保有记忆。对此，你倒也考虑过这个方向。韩一梦和李警官都是回响者，保有记忆是正常的。可为什么自己也记得一切呢？难道我也回响了？获得的能力又是什么呢？”云瑶微笑看你，旗下看你的表情，似乎不知道自己回响了。我确实没有印象。你如实回答：“当时我离剧中很远，可能错过了这个信息。”楚天秋忽然严肃道：“旗下，若真如你所说，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回响，事情就变得有些棘手了。不知道上一次自己为何回响，那就无法在这一次的经历中复刻。换句话说，你不能稳定回响，也就不能稳定保有记忆。”你思索一阵，怪不得刚才我杀你的时候，你说我现在不能杀你，原来你还没有来得及回响。若现在死了，之前的记忆就都不复存在了。是，他大方承认。我奉劝你，最好趁早找到自己回响的原因，否则迟早会迷失在这里的。这未免太过巧合，极有可能是某一次轮回里，你们9人恰好没有任何人听到回响，所以同时丢失记忆。这种情况发生可能性是有，但是非常低。你喃喃自语：“无限猴子定理。”简单来说，如果让无限只猴子花费无限多的时间在键盘上随机敲到字母，那么他们当中的某一只一定可以在某一天敲出莎士比亚所有的著作。尽管概率无限低，但它是可以发生的事情。你现在就面临这样的处境，如果轮回的次数够多，一定会在某一刻发生全失忆的情况，会让你们以为自己刚刚来到这里。这样的话，不就太可怕了吗？你们被困在这里，生了死，死了生，谁都出不去。想到这里，你不禁有些绝望。楚天秋，出去的方法到底是什么？他表情也同样绝望。旗下，接下来我要跟你说的事情全是机密，3600个道，这数字太过遥远。就算我们在一次次轮回中收集，这个世界还会有极道想尽办法阻挠我们，所以我们只能在表面上搜集到，但实际上进行其他计划。云瑶也附和：“是的，我们的敌人非常多。”你继续问：“那你们的计划是什么？”天堂口的人说攻破所有游戏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竖起一根手指，简单来说，我们可以轮回，但生肖不行，代表只要花费足够多的时间，一定可以毒死所有的生肖。你脑海中浮现出人属的尸体，原来如此。没错，假如这座城市的生肖全部死亡了，游戏和道没了意义，最上面的人自然要出来见我们。楚天秋坚定道：“为了这个目标，我们可能会死很多次，但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无限猴子定理，只要我们坚持下去，总有一天会实现的。”你点点头。可我还有一个问题，我曾经参与过2次地级游戏，根本找不到赌命的契机。在地级游戏中，我们本就会丧命，又该怎么拉生肖下水呢？二人同时沉默。楚天秋叹了口气：“旗下人级生肖每个动物都有9到12位，地级生肖则是2到3位。现在仅仅是和人级赌命，就让我们损失惨重了。曾经我们有一个队友跟地马赌过命，后来他输了，并且再也没有出现。不管轮回几次，那个座位永远都是空的。那个女生叫做许流年，跟她和云瑶来自同一个房间。一开始的梦想是当个演员，但后来因为脊椎受伤，只能用攒下的钱盘了一辆出租车，当上了司机。地马的游戏非常极限，需要选择零件卡位组装赛车，分别是油门、刹车、方向盘、车门、挡风玻璃、座椅。许流年抢先拿下了刹车、油门、方向盘，就让大家以为已经定了的时候，除了油门以外，地马却拿下了车门、座椅这2个对竞速一点都没有帮助的牌。大家都很疑惑，不知道方向盘和刹车又该怎么度过弯道呢？可游戏开始后，结果大幅出乎意料。楚天就讲到这儿，头冒冷汗，喃喃自语：“旗下，我错了。如果早知道会发生那样的事情，就该换个策略的。想赢下一场竞速比赛，其实有2个方法：第一，率先到达终点；第二，失去一个司机。很显然，地马从一开始就选择了第2个方法，他根本不需要方向盘和刹车，在第1个弯道直接选择撞上许流年。由于地马的车子有挡风玻璃和座椅，相撞时没让他飞出车子，而许流年却头破血流。地马击碎车窗，死死抓着许流年的车子，把自己的车挂了上去。对方转弯
他便转弯，对方加速，他也加速，这就是跟地级赌命，不仅要过人的智慧，还要面对生肖身上无比强悍的力量和癫狂的想法。最终，许流年失血过多，被地马从车子里丢出来，撕碎落败。这场荒谬的比赛开局不到30秒就落下帷幕。楚天就讲到这里，云瑶露出悲伤表情。七夏，你知道当我们看到小年死了，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下次要换个战术，这地方真的太可怕了。在一次又一次轮回中，我们完全失去了对死亡的敬畏。可从那天起，我们的队友许流年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初始房间的座位一直空着，和生肖赌命，不仅生肖会死，挑战者如果失败，付出的代价就是永远不能轮回重来。你大概有点懂了，暂时不要跟地级赌命，那地级之上还有天级，若地这一关都过不了，那这个计划不是很可笑吗？楚天秋长叹一口气，七夏，我们来到中原之地2年多了，转遍了城市的每个角落，却从未见过天级生肖。你皱眉，这里难道不存在天级吗？我不敢确定，目前的情报就是如此。你默默点头，不过话锋一转，将自己在上次轮回中碰到出租车司机许流年的事情跟二人一说。云瑶很激动，要了个地址就出去找人了。而你在和楚天秋谈拢后，队友们也都重获自由。晚上，你找到韩一墨和李警官讨论关于会想能力的事儿。根据一顿分析，你们确定了韩一墨的能力名为招灾，效果就是当他害怕的时候会招来想象中的灾祸，而且连他自己都杀。上个轮回中杀掉他的那把漆黑剑就是他小说中虚构的，碰上恶人会自动杀死，但对上无罪之人则会赏纹银7钱。面对李警官的能力，讨论过后，你们认为可能是在他濒死时能凭空生成物体。他死前明明手里没有打火机，但却变了出来。分析完后，他眼前一亮，七夏，我找到了一个逃出去的办法，让我死，让我进入濒死状态，掏出3600个道，这样你们就能逃出去了。一次不行就2次，2次不行就3次，我会让所有人都活下来的。你摇摇头，我不同意。目前回想能力只是猜测，能不能随心所欲变出物品根本不知道。万一你只能变出打火机和烟该怎么办？他叹了口气，不再坚持，而是查看起了之前从人家身上搜到的那份生肖飞升对赌合同。你们2人一起阅读完后，脸上露出震惊表情，感觉自己都快疯了。一个正常人真的能够写出这种东西吗？看完你们只感觉毛骨悚然，这么多疯癫的条款，不是自杀就是自杀。而且合同上说明明只有4个分类，但那第5条到第10条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被改过了吗？休息完后，云瑶他们回来了，但并没有找到许流年。楚天秋想安排他去休息，他却狡黠一笑，那怎么行？今天可是我和旗下第1次并肩作战的日子，就算再困我也要坚持。你一愣，跟我并肩作战？是啊，这是天堂口的规矩，由我带你们去参与游戏，考察一下你们的本事。楚天秋凑到你身边，小声道：“我先声明啊，以前没有这规矩。”你一脸无奈，那我的队友们呢？他们该怎么办？你想亲自安排的话也可以，若没有什么特殊要求，我会让他们去参与人机游戏。接下来分组如下：你、乔家劲、云瑶、甜甜一组；李警官、小眼镜、老吕，还有个路人一组。